在火车上的蜜蜂。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座集体农场，农场里有一位农民。有一天，他的亲戚们从遥远的村庄过来看望他，他们没有空手来做客，而是带来了蜂蜜。蜂蜜很受欢迎，亲戚们拿着刚出锅的软面包，不断地去蘸蜂蜜吃。与此同时，他们不断炫耀，说养蜜蜂非常简单，而且能带来很多利润。农民期待着农场大会的到来，因为他想在大会上提议买一些蜜蜂来养殖。大会举行那天，他说出了自己的提议，农场的领导们接受了他的想法。他们立刻询问农场里有没有人知道怎么养蜜蜂。这时，一个人站起来说他懂，需要的话他还能够去弄一些回来。大家高兴极了。他们计算好需要多少钱，然后命令这个人去买蜜蜂。他买了能够放满1箱火车的蜂箱，然后将整个车厢粉刷成红色，也给自己做了一套红色的制服，就连帽子也是红色的。接着，他向蜜蜂介绍了自己，蜜蜂们左右穿梭着，感觉好极了。在半路上，火车突然放慢速度，停在了轨道上。之后，火车头单独离开了。养蜂人问站长：“火车头为什么离开了？”“因为有命令。”“那么，火车会在这个站停留多长时间呢？”“我怎么知道？”“你可别爱答不理的，站长同志。我这里可有1车厢的蜜蜂，如果火车停留1整天，那么我就要把蜜蜂放出来采蜜了。”“火车3天以后还会在这里的。”养蜂人打开了蜂箱门。“快来，出来吧，出来吧，在日落之前都要回来呀！”蜜蜂就这样排队飞了出去。他们来到了田野上，蜜蜂们刚刚离开，站长就得到了命令，让他放行火车。养蜂人在车厢上看到远处驶来了火车头，火车头与车厢连接好后，等待着站长发出的命令。养蜂人质问道：“这是怎么回事啊，站长同志？您刚刚可不是这么说的。”“上面通知我启动火车。”“但是我不能把蜜蜂放弃了，这可是一大笔财产。”“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啊？”他回答说：“我是火车站站长，不是养蜂人。”“那么至少将装蜜蜂的车厢留下来，明天再将我们接到另外一个火车头上。”“不可以。”接着他给出了出发的指示。火车走了，同时也带走了蜜蜂们的车厢。穿红色衣服的养蜂人也不得不跟着走了。在此期间，蜜蜂们收集了一些蜂蜜后，其中一部分蜜蜂回来看看蜂箱是否正常。他们看到火车不在了。他们回到田野上，告诉了其他蜜蜂们火车消失的事实。其他蜜蜂也跟着回到了车站。他们来到车站的时候，只看到有很多人在那里等火车。蜜蜂们认为就是这些人偷窃了他们的车厢，他们立刻攻击了在场的人们，随处乱扎乱刺，人们呼喊着救命。站长听到大声的呼叫后，从办公室跑出来，一群蜜蜂开始攻击站长，他也开始呼喊救命。他的妻子在楼上听到了呼喊声，打开窗户看看发生了什么，因此蜜蜂也开始攻击他。妇人大声尖叫。站长听到妻子的喊声，跑到楼上去查看。他看到房间里到处都是蜜蜂，它们藏在毯子下面，这样才没有被再次攻击。不过因为蜜蜂的扎刺，它们的脸和手都肿了起来。在车站等车的人们抱头跑回了村子里，蜜蜂们紧追在后。听到呼叫的居民来到了街道上，蜜蜂也开始攻击这些人。救命啊！村庄要完蛋了！边敲大钟边呼喊。一会儿，站长忽然想到了什么，他拿起电话，命令将那辆红色的车厢立刻送回来。红车厢立刻被挂在了另外一趟火车上，赶了回来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养蜂人站在了车厢上面，呼喊着蜜蜂们：“快
快回来，快回来！你们的车回来了，你们的蜂箱在这里。蜜蜂听到主人的声音后，平静了下来。它们很快飞回了蜂箱。当然，部分蜜蜂成为了这次战争的牺牲品。养蜂人再次来到站长面前，却没有认出他来。您就是没事找事。我之前跟您好说歹说，可您和我说话总是在应付。最后，站长向养蜂人赔礼道歉。养蜂人回家后开始养蜂，蜜蜂给集体农场带来了利润，比其他动物加起来的还要多。如果今天他们还养着蜜蜂，那么应该也还幸福地生活着。